绯红官袍沾满了百姓的血，他穿一身战青，落得个干干净净。几千年的清官名册里，大概没有海瑞这样非议大的人物。史料道他是剥人皮的暴虐施行者，野史说他亲杀5岁幼女，古稀之年纳如花美妾。知之不详的以为他是了无建树的道德偶像。他走进大众视野的一切，都开始于大明王朝中兴路那场几乎可以堪称完整的老年热血番。1566年，52岁的海瑞在家里摆好了棺材，给59岁的嘉靖送上一份天下第一书，以洋洋洒洒3000余字上批龙鳞，骂了皇帝，那叫做海内之奇观，古今豪杰所不能，言天下所不敢。嘉靖帝气怒到极点，发指自裂，却翻来覆去把治安书读了上千遍，终究认了骂。海瑞是国之利器，留给你将来对付那些贪臣墨吏。我要推行新制，唯此人可一往无前，所向披靡。这时候的大明已经飘摇的如风前烛雨里灯，隆庆接手的王朝问题到底多大呢？概括言之，千疮百孔。军事上，北有鞑靼，东南有倭寇，上边进犯河套、大同，北京城郊都给洗劫了一顿，下边是日本浪人走私并袭扰，沿海之地多灾多难。经济上，众所周知，显微镜下的大明是穷死的。财政才是大明的病根。我们先看难改的皇家内部，按祖制，宗藩不得参政，坐实岁禄即可。明朝是最注重皇权专制的朝代，太祖朱元璋给儿子们封了不少藩王，主要是为了北边御敌。为了避免刘邦诸侯权重的事儿重演，藩王们戍守边关，给领兵而不给封地，子孙们削藩起来也就没那么多腥风血雨。朱棣作为造反第一人，给宗藩王们去兵权而保富贵。好圣孙朱瞻基就直接下令，宗藩不得为官参政，不得经营四民业，即士农工商，封建最主要正统的行业都跟各位王爷权贵们无缘了。这才一步步把各家藩王们弄成了造不了反、干不了事、食岁禄、请等着吃的纯寄生贵族。宗室子弟，甭管你有没有抱负，混吃等死都必须是人生的主要营生。海瑞的祖上也是做官权贵之家。南宋时期，海家老祖宗海球举家迁移，从福建进了广州。大明开国之初，海球的重孙海训之在广州做正四品指挥使，他的儿子海达儿从军远走，落户海南岛。明初还是重武的国度，海家一族境遇尚算可观，一门也出过3个举人，一个监察御史，一个7品知县。当然，对于大明白痴的藩王贵族们就没那么安生了。朱元璋封了亲王的亲儿子就有23个，这还不包括郡王公主们，加在一块儿，老爷子封了58个王爵。上百年过去，记录在案的皇族子孙就能有2万多人。宗藩的经济待遇相当优厚，郡王出封每年能得2000担禄米。与此同时，朝堂正1品官吏年俸最多才1000担。王公们受着国家最重的供奉，而又什么都干不了。明武宗正德9年初，海南有个廪生海汉生了个儿子，也就是海瑞出生了。海瑞4岁时父亲去世，海瑞7岁时朱厚熜登基，改年号嘉靖。嘉靖朝财政压力过大，出台了政策，直接把宗禄支出砍半，称得上是锐减的程度。没了经济来源，上级宗室相当于被砍了臂膀，下级宗室日子拮据起来了。接下来就是鱼肉百姓了，兼并土地几乎成了勋贵们的一种风气。皇族、外戚、宦官、军将强买霸占，收受贿赂，用尽各种方式抢地。农民的土地被兼并，成了被随意揉捏欺压的流民。运气好点的，要做地主家的长工租户。当年徐阶父子手里100亩良田，佃户能达到上万人，再不济就进城做小营生，勉强糊口。遇上灾荒年节，就能见路边饿殍，无以为继。但凡成功了一个朱元璋，就有千万个人动了心思。朝廷不仁，底下的也举起了锄头。据不完全统计，大明朝是兵乱与起义次数最多的朝代，反复斗争，反复镇压，一步步消耗百姓对朝廷的依赖与信任。唯独是政治上，明世宗嘉靖始终牢牢把握权柄，除了差点让几个宫女搞死之外，他几乎是稳坐皇庭，圣心独裁。我们来讲讲为什么土地兼并这么严重。刨除掉大明朝本身就重农抑商的法度政策，在农耕时代的古代社会，土地本身的价值也要高一些。权贵们通过各种强权关系受贿，不费力气的得到了土地，他们或者以高价转卖给其他大户，亦或是重金租赁给那些
在各种情况下失去了土地的农民，或是有心发展的农商，全国60%-70%的人口都在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劳作。他们在地主大户家种地，每年产的那点粮食，工资加温饱尚且不足，还要支付越来越高的租金。不管哪一种，都会导致土地的价格越来越高。拥有土地的人越来越少的同时，越来越富有；失去土地的人越来越多的同时，越来越贫困。更致命的，按照大明的法律，拥有最多土地的权贵们对那份土地税是可以少交或者完全不交的，而农民们是没有免除苛捐杂税的资格的。土地私有化是大明最大的恶性循环，这也是海瑞在淳安任知县所遭受的巨大阻碍与冒着生死抗上为百姓做的主。一不小心，整个县有地可种的百姓就要被形势下的权贵官商胁迫强占贱卖土地，沦为流民了。国家赋税急剧减少，朝廷开支逐步加大，宗室、官吏俸禄、南北战场的巨额军费，国家朝政以及贪腐成风，还有嘉靖帝四季常服不过8道的用度，常有不测之风云的天灾人祸，动辄就要了万千百姓的命。怎么办呢？再不管就要亡国了。嘉靖帝的驾崩才是海瑞立宪出校的开始，对张居正也是。大明最后的兴盛，汉唐以后最伟大的改革——龙万大改革，在这场由第一首辅张居正主导的改革中，始终慨然在侧的海瑞，我们也要叫他是盖起屋檐的瓦片，弥足珍贵。从大明朝开国至今，亲王、郡王、皇室宗亲遍于天下。按照规制，一个亲王1年就要供禄米5万担，钞25000贯，锦缎40匹，贮丝300匹，绢500匹，纱罗1000匹，东部1000匹，下部还要1000匹，其他各种开支更是不胜枚举。你们算过没有？一个亲王耗费国帑便如此之巨，那么多的皇室宗亲，耗费的国帑又是多少？所兼并之田庄占天下之半，皆不纳赋。小民百姓能耕之田不及天下之半，却要纳天下之税，这更是人人皆知，人人不言。张居正改革，政治改风气，军事维稳边境，安抚全国，但最难改的经济，在国家土地、百姓赋税的问题上，一条鞭法是燃柴之火，至关重要。我们先看看海瑞是怎么跟张居正的一条鞭扯上关系的。海瑞是个活得不太容易的人，35岁才考中一个举人，40岁在福建一个县衙做个教育，勉强算个8品，不惑之年。这个岁数的张居正已经进内阁做次辅了。海瑞以海比价之姿踏入仕途，在一片下跪的同僚中间站得笔直，捧着大明律，拒不向御史行礼。这比价的名号都跟着一股罡风之气，不远万里传到京城去了。严党还没倒台的时候，叶茂卿南下巡盐敛财，都特意避开了海瑞的任职地，不触这个眉头。即便如此，海瑞还是写了份检举式的报告书，说叶茂卿行径奢靡，贪腐成风。直到他进京做户部6品主事，披肝胆骂皇帝，一份治安书天下闻名。说骂也不太准确，他其实是批判更多，说嘉靖沉迷修道，懒于政事，治内阁视同仆人，设百官视同仇寇，说打就打，要杀便杀，授权柄于宦官，以家奴治天下。他说君道不正，臣之不明，国家积弊，权臣当道，贪腐成风，言辞辛辣又句句恳切。嘉靖将治安书留在宫中数月，每阅读都要叹息感慨。他自问不是纣王，但海瑞却当真是比干一样的人物。1567年，嘉靖薨逝，海瑞被隆庆赦免，其父重用。隆庆3年，他入江南做应天巡抚，达到一生的政治最高点。也正是这个时候，张居正开始进入权力漩涡的中心。前面我们提到过一条鞭，这是嘉靖年间内阁次辅桂萼给23岁的嘉靖提出的制度，而张居正自从上书石沉大海之后，再不给嘉靖提治国方略，直到隆庆登基，他才把一条鞭法再提了出来。古时宏观管理经济的重要手段赋税，大部分都体现在农业，统治阶级合法且强制征收的钱粮、食物等。比如以人丁为依据的人头税，以户为单位征收的财产税，田亩所产生的土地税，包括平民必须从事的无偿劳动，成年男子的徭役、兵役。一条鞭法提出的第一条就是要丈量全国土地。在土地兼并、私有化严重，以及不少民众弃农从商的情况下，更别提权贵士族们张扬拔刀，逃税避税者不胜枚举。
隆庆帝采纳了张居正的推一条鞭奏书，但徐阶高拱行事在地方，家族掣肘太多，效果不尽如人意。直到海瑞出任应天巡抚，大明的官场是南方士族的天下，尤其是太祖发家的南京，遍地勋贵，南直隶是最难的地方。海瑞在这里硬刚权贵，强推一条鞭，第一次省级大规模推行，第一次清账土地就比登记在册的土地多出了2.8亿亩，这样一笔意外之财，创下了不少的税收。然而对一上来就大刀阔斧的海瑞来说，他动了太多人的蛋糕。一条鞭法的第2条就是合并赋役，在此之前，国家的赋税、徭役是分开执行的，赋税由田亩多少决定，徭役由一户男丁的数量进行征集。在这些制度之间，同样增添了不少繁杂凌乱的税项，巧立名目，趁机敛财者大行其道，唯有农民被增重了负担。国家同样没得什么便宜，就跟土地兼并一样，农民和国库都穷了、空了，只有中间的地主与贪吏盆满钵满。除了细碎的苛捐杂税与该服的杂役，这其中最重要的主干就是里甲。按照一个县的户做计量，110户为1里，选丁多田多的10户轮流当里长，余下的100再分10甲，甲首也是10户轮流做，每年都是由一个里长带领10个甲首应役，10年换一轮。此种就是里甲正役，不管是按照人丁、户口、田亩、服役还是征税，都会从这样一套单位流程往下走。但赋税与徭役简并一体，赋税按田亩征收，吏役由官府雇人承应，有的杂役甚至可以出钱代役，以各州县田赋、各项杂款、军徭、吏差、银差、里甲等编合为一。在应天的海瑞，通识一省赋税，通派一省徭役，徇私舞弊现象稍减少，百姓赖安。当时无地少地的农民真切得到实惠，他们自主从外地回乡，以耕田安身。这是海瑞被启用之后做的第一项大事。2品运天巡抚，他进江南鱼米之乡，进行官商改革，平反冤狱，整治吏治，利刀剜肉一样给官场治病。他还田地于百姓，主持治理吴淞江、白某河，活饥民13万，垦江河两岸熟田40万亩，还富于民。正如一条鞭的改革不够彻底一样，海瑞的政令推行也是困难重重，官吏不敢烦海瑞，拼命加重处罚，豪强躲避外省，也有作恶的民众趁机诬陷，冤枉了好些世家大族，锒铛入狱者不少，江南遍地也是怨声四起。弹劾者为士大夫发声，言海瑞为恶民讨好处，视士大夫者为鱼肉，所有人联合弹劾，诬陷海瑞，迫使隆庆罢免了海瑞的巡抚职务。百姓就在路边哭喊海青天，不舍海瑞离去。海瑞被逼走了江南，然而他已经成功了。一条鞭法在南直隶成功推行，张居正开始广推全国。很长一段时间里，政治清明，田不荒芜，人不逃窜，钱粮不拖欠。实际上，一条鞭的改革不能说彻底，但也在当时的历史高度上，很大程度地缓解了民众的苦难，甚至将农民从几千年低人一等的奴隶状态解脱出来，推动了发展。与此同时，他并没有真正动豪强大族的根本，甚至在历史的某一时刻助长贪腐的中饱私囊。张居正逝世以后，这则给大明一线曙光的改革也被统治者取缔，夺走了大明最后一丝活力。万历多次动了要重用海瑞的念头，却总有阁臣阻止，弹劾海瑞的仍不在少数。御史凡见海瑞，便每每被他的家徒四壁叹息。72岁那年，他甚至列举了明太祖朱元璋的刑法，要剥人皮，装上草制成皮囊，拿出律法上达80贯判处绞刑的规定，说应当用这样的方法惩治贪污。御史当即弹劾其行刑暴虐，不堪为臣。万历只好让海瑞留在南京做右都御史。他对贪官污吏处罚严苛，严谨徇私受贿，每每都是身体力行。有御史偶尔寻欢，海瑞也要按照大明律杖责，百官跟着惶恐，编排弹劾他的人又多了起来。海瑞是信奉大明律的孤臣，他遭受过攻击、排挤、辱骂，坐过牢，丢过官。他也清官断案，百姓拥护，尽忠尽孝，无愧青史。他是主张人法公正的先进思想者，与儒家思想的坚定奉行者，但触及文官集团利益太过，人治法治并不那么容易并行。很多人讲海瑞的悲剧就在于他认为道德的约束力可以控制住全社会的颓败。
所难能。别忘了3连催更，红旗之下，向阳而生。我是焦阳，咱们下期再见。